他出身贫寒，所以贪慕虚荣的母亲将他放在风月场所里，利用他的美貌来挣钱维持生计。他叫吉吉。这天，母亲的好友海耶夫人找到他，海耶夫人给了他们母女一大笔法郎，让吉吉拥有了自由之身。但是他却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希望吉吉去接近一个男人。一直在母亲掌控下生存的吉吉，并没有反抗的权利。原来，超级富婆海耶夫人半年前她的生活里闯进一个风流倜傥的侯爵，侯爵对她一见钟情，并对她开始了猛烈的追求。但恪守贞洁且十分清高的海耶夫人一直拒绝着侯爵的示爱。可侯爵并没有放弃，他放下所有工作，每天都陪伴在海耶夫人身旁。侯爵在大自然面前为海耶夫人作诗，讲述古老的爱情故事，在每一个寂静的夜晚陪她下棋解闷。在海耶夫人生日之际，他也不忘准备惊喜，送上特殊的礼物。这样的猛烈攻势持续了半年之久。这半年里，侯爵也并未对海耶夫人有任何轻浮之举。海耶夫人终于被他的真诚所打动，她决定接受侯爵的爱。尽管海耶夫人的好朋友警告着她，侯爵是出了名的浪荡公子，他伤害过很多上流社会的贵族太太。可海耶夫人坚信，他和那些庸俗的女人都不同，他的魅力一定会让侯爵浪子回头。他们之间的爱十分的坚定。往后的日子，海耶夫人度过了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侯爵总能制造许多新奇的事情，让他们的每一天都无比的惬意。8个月后，侯爵在海耶夫人那里获得一大笔财产，他将回到巴黎去投资义庄生意。从此，侯爵便极少回来探望海耶夫人。当好朋友问起侯爵，海耶夫人都以他生意繁忙来搪塞好友。此时好友告诉他，他看见过侯爵带着另一个女人在戏院里举止非常的亲密。海耶夫人的内心开始忐忑不安。不久，侯爵回到庄园，海耶夫人试探性地询问侯爵 Est-ce que vous vous ennuyez quand vous vous trouvez loin de vos affaires? Bien sûr que vous vous trompez, c'est juste, voilà, qu'il y a des jours où c'est à quoi cela tient. Voir cette inquiétude quand il tardait à revenir, cette douce émotion au son de sa voiture quand il paraissait, quand on l'annonçait. Comment, madame? Mon cher marquis, vous êtes le même, mais votre ami peut se cacher. Que l'amour en est sorti. Vous êtes une femme extraordinaire, vous êtes une femme unique, une femme comme il n'y en a point. Votre franchise et votre honnêteté me... 海耶夫人还是没有逃过被抛弃的厄运，她后悔当初没有听取好友的建议，可她却不甘于侯爵的玩弄，她决定要报复侯爵。她找到多年前的旧相识，于是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在金钱的诱惑下，吉吉母亲一口答应了海耶夫人的提议。海耶夫人把吉吉母女的人设塑造为虔诚的教徒，并为他们寻找了一所寂静的住所。接下来，海耶夫人约上侯爵，她制造了一场和吉吉的偶遇。吉吉清新脱俗的气质成功引起了侯爵的注意。海耶夫人假装和吉吉母亲热聊，故意把吉吉和侯爵落在身后。吉吉一路上显得矜持端庄，并未和侯爵攀谈。当吉吉母女离去后，公爵对海耶夫人说道：“以吉吉的美貌，他们完全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可海耶夫人谎称，他们有着虔诚的信仰，他们的精神非常的富足，所以并不在意钱财。隔天，侯爵独自又来到和吉吉相遇的地方，可他并未见到吉吉母女。侯爵前来请求海耶夫人，他希望海耶夫人能帮忙，他想再一次见到吉吉。他对海耶夫人说道 C'était un regard, tous deux, pudeur, de sensibilité, un regard profond, débarrassé de toute coquetterie, de toute convention, un regard plein d'une vérité qui vous parle et que vous ne savez déchiffrer. 海耶夫人内心非常的失落，这个几个月前还在追求她的男人，如今却在她的面前只言不讳地说另一个女人。但是她假装不在意，也答应了侯爵的请求。海耶夫人的朋友告诫她，这样下去没有任何意义，对那样的男人内耗自己，只能让自己更加受到伤害。可海耶夫人并不服气，她执意要继续自己的计划。不久，在海耶夫人的组局上，侯爵如约来到庄园，和吉吉一起共度晚餐。看着眼神清澈又忧郁的吉吉，侯爵彻底地沦陷在他的神秘中。海耶夫人为了制造他们的二人世界，留下吉吉离去，但只等到侯爵说了一句话后，他们又叫走了吉吉。侯爵对海耶夫人表示，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得到吉吉。侯爵决定主动出击，他每天潜伏在吉吉和母亲的住处，一次又一次地偶遇吉吉，甚至用金钱买通教父，
将他把情书转送给吉吉。可这些情真意切的情书，一转眼就落在了海叶夫人的手里。面对吉吉的不为所动，侯爵再次求助海叶夫人，他希望海叶夫人能为他说说好话。海叶夫人让人带着侯爵去到吉吉的住处，看着吉吉简易但洁净的闺房，侯爵更加的满意。当吉吉和母亲回来之时，侯爵说道 Sachez que mon dessein est d'offrir à votre fille le plus doux des écrins. Je veux préserver son âme si pure contre ce monde si plein de cruauté, madame, de vice. 随后，侯爵拿出600路易和一栋豪宅以及价值不菲的珠宝作为聘礼，希望吉吉母亲将女儿嫁给他。当吉吉母亲询问海叶夫人他们得到的财产足够他们生活一辈子时，海叶夫人却表示这些东西微不足道。她让吉吉母亲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希望得到侯爵的所有财产。侯爵看到信后充满的惆怅，本以为侯爵会就此打退堂鼓，没想到2周后，侯爵决定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只要能得到吉吉。就这样，他们得到成千上万倍的财产。吉吉母亲兴奋地将此事告知吉吉，可吉吉并不为所动。他说用欺骗得来的金钱比他接待客人来得更可耻，但在母亲的一番劝说下，吉吉还是妥协了。不久，吉吉便搬进了侯爵的豪宅，他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新婚之夜，母亲将一红色颜料交给吉吉，她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证明她的纯洁。可当晚，侯爵并没有任何行动，他希望能和妻子培养一段时间的感情，让吉吉身心都接受他。隔天，侯爵骄傲地带着吉吉去见海叶夫人，表达了他的感激之情。当他们相约去郊外游玩时，海叶夫人却绕路来到妓院门前，吉吉和母亲显得一片慌乱。海叶夫人支开吉吉母女俩，并向侯爵说出了所有的事情。当侯爵下车质问吉吉母女俩时，吉吉坦白了一切。侯爵此时才得知他落入了海叶夫人的圈套。侯爵气愤地转身离去。此时的吉吉因为伤害了侯爵而感到无比的自责，但是侯爵却不听他的任何解释。从此，侯爵无论走到哪里都被人们嘲笑，甚至粗鄙的农夫也对他说，他们曾用极少的钱也拥有过吉吉。面对满天的流言蜚语，吉吉不堪舆论，选择了轻生。侯爵突然感觉到吉吉和他一样也是被人操控的受害者，于是他救下了吉吉。当吉吉苏醒过来后，他发现自己爱上了眼前这个男人。侯爵也放下所有，决定带着吉吉远离这伤心之地，前往僻静的乡下，开启新的人生。临行前，海叶夫人的好友前来相送，侯爵希望他转告海叶夫人，因为海叶夫人，侯爵领悟了人间的真爱，吉吉内心的纯净，让他浪子回头。在海叶夫人好友的惊愕之下，侯爵和吉吉坐上了去远方的马车。好友告诉海叶夫人，侯爵彻底的离开了。海叶夫人急切地询问道 Était-il seul? Sa femme était avec lui? 好友并没有如实告知，他用了一个善意的谎言来结束了这一场情感纠葛。